如果把地球剖開，你會看到一個恐怖的景象。最中心有一顆直徑約2440公里的巨大鐵球，比月球的2/3還要大。它的溫度高達約5200攝氏度，跟太陽表面一樣熾熱，而且密度極高，一小勺物質就有幾噸重。最近，這顆韌性的鐵球幹了件大事，讓全球科學家都炸鍋了。它不僅停止了和地球同步旋轉，甚至開始反方向轉。這顆地球的心臟到底想幹嘛？這顆鐵球深埋地下約5000公里，雖然我們看不見摸不着，但它的一舉一動都在深刻影響着地表的一切。地震、火山、地球磁場，甚至我們腳下大陸板塊的漂移，都跟它脫不了干係。要理解地心反轉有多離譜，咱們得先搞清楚地球的內部結構。你現在站的地方叫地壳，一層脆弱的外殼，厚度不到地球半徑的1%。這層殼被撕裂成好幾塊巨大的板塊，它們每年漂移幾厘米，互相碰撞擠壓，引發地震和火山。而推動這些板塊運動的是地殼下面那層地幔。別看地幔摸起來是固體，其實它在緩慢流動，就像超級粘稠的蜂蜜。再往下鑽，你會遇到外核，那是一片鐵和鎳組成的液態海洋，溫度高達4000多度，永不停歇地翻滾着。正是這片液態金屬的流動，產生了地球磁場，保護我們免受太陽輻射的轟擊。而在這片鐵水海洋的正中心，懸浮着一顆固態鐵球，這就是地球內核。它溫度高達5200攝氏度，但因為壓強太大了，是地表的360萬倍，鐵根本沒法融化，被硬生生壓成了固體。這就是地球的鍋爐房，所有能量的源頭。但問題來了，這玩意兒埋得這麼深，人類最深的鑽孔才12公里，連地心的0.2%都不到，我們怎麼知道地下是這個結構？答案藏在100年前的科學推理裡。1896年，德國科學家埃米爾·維謝特提出，地球內部一定藏着更重的東西。他推斷地球中心有個巨大的鐵核，才能解釋地球的平均密度。轉機出現在地震儀的發明上。19世紀末，科學家造出了能精確記錄地震的儀器。1897年印度大地震後，英國地質學家理查德·奧爾德姆通過分析地震波數據，發現地震波穿過地球中心時速度明顯變慢。他計算出地球中心存在一個半徑占地球總半徑40%的核心區域。他謹慎地指出，數據顯示其存在，但未明確其物質構成。到了20世紀初，科學界基本達成共識，地球有個核，很可能是鐵做的。但故事還沒完。隨着全球地震數據越來越多，科學家發現有些地震儀收不到 S 波，橫波只能穿固體，這表明地核是液態的。然而，這個結論只對了一半。1929年，丹麥科學家英格萊曼在影子區檢測到了本不該出現的 P 波。他大膽提出，地核分2層，外層液態，內層固態。事實證明它是正確的，固態內核。地球拼圖的最後一塊終於被找到。於是新問題又來了，這顆固態鐵球泡在液態鐵水裡，它是跟着地球一起轉，還是有自己的節奏？答案直到冷戰時期才揭曉。美國維拉計劃升級的地震儀技術為科學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高精度數據。哈佛大學研究員利用這些設備發現，地震波沿着地球南北軸穿過內核時比沿着東西軸快，這表明地球內核具有晶體結構，且晶體大致沿着地球磁場方向排列。更關鍵的是，這個晶體排列方向與地球自轉軸存在幾度偏差。這意味着，如果內核自轉速度與地球不同，晶體的朝向會不斷變化，地震波穿過內核的速度也會隨之改變。科學家找到了測量內核自轉的方法，但需要尋找發生在同一地點、時間間隔足夠長的地震雙子。好在冷戰留下了幾十年的地震數據，加上計算機算法，大海撈針變得可行。1996年，哥倫比亞大學團隊通過對比南桑威奇群島地震數據，發現地震波穿過地核的速度越來越快，首次證實地球內核以不同於地幔的速度旋轉，且比地球轉得快。此後，各種研究湧現，有的說內核轉得快，有的說轉得慢，還有的說它忽快忽慢，可能沒幾年就換一次節奏。直到2023年，北京大學的科學家發表重磅論文，他們的結論是，地球內核旋轉幾乎停滯，
甚至相對於地幔開始往回轉。他們計算出地球內核每70年完成一次完整的震盪週期，先加速再減速，如此循環往復。2024年，南加州大學的科學家通過分析1991年至2023年間南桑威奇群島的121次地震數據，進一步驗證了70年的反轉週期，並指出內核即將再次加速。為什麼會這樣？科學家尚未完全搞清楚。可能是液態外核的磁場在拖拽固態內核，使其加速或減速；也可能是地幔中密度極大的區域通過引力牽引內核，影響其轉速。兩股力量相互較勁兒，導致內核像鐘擺一樣來回擺動。2023年的論文指出，內核的70年震盪週期與一些地表現象同步變化。一天的長度在波動，地球磁場在起伏，甚至全球平均溫度和海平面也有微小關聯。但請別慌，這些變化都極其微小，例如一天的長度變化僅1/1000秒，溫度變化僅0點幾度，完全不足以解釋全球變暖。但這至少說明地下那顆鐵球的運動確實會影響到地表。磁場波動可能影響導航系統，板塊運動可能因此加劇，地震活動也許會更頻繁。具體會發生什麼？現在沒人能說準。人類目前對腳下這顆星球的了解仍然只是皮毛。我們還鑽不到地心，只能通過地震波的回聲去猜測深處發生了什麼。現在每年都有新的地震數據產生，每一次分析都可能帶來新發現。地球內核正在倒轉，這聽起來像科幻電影的情節，但它真實發生着。70年一個輪迴，上次停轉是1970年代，這次又停了，而且馬上要反向加速。我們不知道接下來會怎樣，也不知道該不該擔心。唯一確定的是，這顆5200攝氏度的鐵球藏在5000公里深的地下，仍然握着我們尚未解開的秘密。它的每一次轉動，每一次停頓，都在提醒我們，這顆星球遠比我們想象的更複雜、更神秘，也更不可預測。我們站在地表，以為自己了解這個世界，但事實是，最深最暗的秘密，我們才剛剛開始觸碰。朋友們，最近我發現了一個非常好用的 APP。就是一款叫 Himalaya 有聲書 APP， 非常好用，特別適合喜歡聽書的朋友們。它的華語內容十分豐富，天文地理、歷史名著什麼都有，而且都是正版授權。無論在通勤、走路、運動的時候，還是睡覺前，都可以聽一聽，特別 OK。為了感謝朋友們對我頻道的支持，特別向 Himalaya 官方申請了14天 VIP 免費試用，一般用戶只有7天。現在立刻馬上！你只要點擊下方資訊欄的專屬鏈接，就能領取使用名額。你先用14天，如果覺得不合適，卸掉就是，不會扣費。如果你覺得還不錯，你就充值繼續用。